你好，我是心怡。大家有没有觉得美味和健康常常是南辕北辙？如果能够学会自己做蛋糕，便能多一种平衡。蛋糕的口感各有不同，而口味多到数不清。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吃口味蓬松，不要太甜，又奶香十足的 soufflé、tiramisu 或者是日式海绵蛋糕，那就请你看这个视频，我们来做永不失败的海绵蛋糕。使用烤箱前，先要调节架子的高度，背后分扇的中间吹着蛋糕的顶部，那就差不多。另外，下面加一个大盘，用水浴法来烤制，可以使得蛋糕的升温比较均匀，避免表面开裂。烤盘取出，开始预热，预热的时间至少要15到20分钟，这样可以使整个烤箱的温度比较均匀。烤箱的功能设置在普通烤制150摄氏度。烤盘的形状和大小随意，但是体积不同就要调节量的多少。点一下视频下方的小三角，我会列举一些不同用量的比例。因为是水浴法，烤盘的外面包一层锡纸就可以避免变色，里面衬上烤箱纸，蛋糕就方便取出。日式的海绵蛋糕非常蓬松，靠的就是上一个视频讲的鸡蛋蓬松法。蛋白和蛋黄的各自性质我们已经有基本的了解，如何搭配做出自己喜爱的蛋糕还是值得试验的。称了一下，不论是农场卖的标准鸡蛋还是超市里的鸡蛋，每只大约是60克，而且非常标准，每只鸡蛋的蛋黄大约20克，占1/3。那每只鸡蛋的蛋白差不多就是40克，占整个鸡蛋的2/3。8寸的圆形烤盘，我用了5只鸡蛋，总共是300克。你可以直接用5只鸡蛋白和5只鸡蛋黄来做蛋糕，味道很好，没话说。蓬松度量一量是6厘米。但是我就是想试验一下，用10只鸡蛋做2只蛋糕，一个蛋黄多，一个蛋白多，看看是不是我会更喜欢。7只蛋黄配4只蛋白也是300克，鸡蛋味和奶香味都很足，蓬松度显然就要差一些，量一量5厘米。第三个，6只蛋白配3个蛋黄也是300克。烤的时候有点着急，犯了一个小错误，所以破相了。但是这只蛋糕是我最心仪的，一拿出来就觉得特别有弹性，好可爱。奶香不浓不淡，口感特别清爽。蓬松度果然是最好的，量一量7厘米。不论你现在决定用哪一个比例，但是它的做法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很简单。首先来准备蛋黄，先用中小火加热等量的牛奶和黄油。如果你没有黄油，也可以用植物油，但是你就没有了黄油香。也可以一半一半。开始冒小泡，但还没有煮沸，那就正好。一边倒入蛋黄，一边搅拌。这个蛋糕我们只需要充分搅匀蛋黄，不需要打发。至于为什么，可以看到视频的最后。然后加一些香草精或者香草沫沫，用量随你自己。搅匀后，一边筛一边加入中筋面粉。这里中筋面粉的用量和黄油、牛奶是一样的。再顺着一个方向把它打匀。搅匀很快，大约1-2分钟就好了。蛋黄已经好了，现在来准备蛋白。看过上一个视频你就知道，这里可以加一些柠檬汁或者是白醋。速度由慢至快。我的手动搅拌机一共是7速，在糖加完之前可以用到第4档。大约1-2分钟，蛋白就变成了大泡泡，这个时候开始加1/3的糖。加了糖之后，先搅一下，再重新启动，免得飞起来。又过了1-2分钟，它变成了小泡泡，再加1/3糖。1分钟后，加入最后的1/3糖。这时候逐步加速，可以增加到第6档，还可以一边打一边转器皿，保持均匀。蛋白霜慢慢开始膨胀，
而且越来越白。当表面上出现纹路的时候，就差不多好了。我们都知道，蛋白霜是撑起这个蛋糕的骨架。日式海绵蛋糕的鸡蛋用量很多，所以撑起来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能不能 hold 得住。我们已经知道，保持蛋白霜可以靠酸，但是这里不能放太多，也可以靠糖，但是糖的用量需要很大。因为我们要把糖放得少，所以我们要体谅它力量有限，所以这个蛋白霜打一个 soft peak， 不要太硬。soft peak 的蛋白霜你把它拉起来是耷拉下来的，因为它的气泡壁比较厚也比较重，虽然它的膨胀量有限，但是它更结实。在少糖的情况下，这就是一种平衡。时间和蛋白的量有关，大约是5分钟上下。最麻烦的步骤已经做完，现在来合并蛋白霜和蛋黄酱，逐步合并，既均匀又省事。一边混合，一边有着极大的满足感。你可以用不同的工具来搅拌，但是我最喜欢用打蛋器。混合的动作可以温柔一点，但是也没有那么敏感。蛋白比例多的蛋白霜就最多最厚，所以混合起来比较费事一点。不过1-2分钟也就好了。我很喜欢慢慢的把它倒入烤盘。你会看到大气孔通过容器边缘的时候会一一爆破，有一种满足感。用筷子转一转也是一个爆破超大气孔的方法，还可以掂2下。这时候就可以在大盘里加上热水，大约80摄氏度。水浴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蛋糕的受热比较均匀，不至于蛋糕面已经结盖，中间还没有成型。因为懒惰，我的第3个蛋糕用的是第2个蛋糕剩下来的热水和热水盘，一下子升温太高，所以爆破了。不过呢，没有关系，味道是一样的好。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点，就是马上放入烤箱。烤制的时间和蛋糕的大小也有关系，这个8寸的蛋糕大约是1个小时。当烤箱里冒出香味，也差不多1个小时，吃蛋糕的时候到了。自家做的蛋糕，香喷喷、热乎乎，真材实料，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。但是最好还是在架子上放个5分钟，如果你比我有毅力，放10分钟更好。等了5分钟，稍微塌了一点点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来切开。蓬松饱满，手感好极了。尝一尝，完全停不下来。这个蛋糕让我吃得特别开心，一个是因为上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还是多年前在法国吃的 soufflé，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有经验的烘焙小白，这次认真学习，先从蛋糕的历史开始。最早的蛋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，实际上就是加了蜂蜜和果干的甜面包。直到罗马时期才开始加鸡蛋和黄油，绝对是一个奢侈品。那时候蛋糕和甜面包的界限是很模糊的。直到13世纪，蛋糕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cake， 它源于北欧的名词卡卡。实际上一直到了17世纪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蛋糕，这个还要归功于当时的高科技，比如温度稳定的烤箱、烤盘的制作，还有蔗糖的提炼。了解了历史，再说蛋糕的种类。几百年来，蛋糕就主要分成2种，黄油蛋糕和蓬松蛋糕。黄油蛋糕的共通点就是 cream the butter and sugar，
就是把黄油和糖充分搅拌。美式的黄油蛋糕不但甜，而且特别的扎实。棒蛋糕的特色就是1:1:1，黄油、糖、蛋和面粉都是一样多。胡萝卜蛋糕是用植物油来取代黄油。传统的红丝绒蛋糕是用 buttermilk 和 cocoa 打出来的颜色。还有一类蛋糕是不加面粉的，烤或者不烤都有。而且所有这些类型的蛋糕又可以分成无数种口味，而它们的共同口感就是很扎实、很湿润，也很甜。第二类就是蓬松蛋糕，比如说海绵蛋糕，或者是用蛋白做的天使蛋糕。提拉米苏里面的 Lady Finger 也是一种蓬松蛋糕。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蓬松干爽，和黄油蛋糕相反，蛋糕里面是不放油的，但是它会在外面放很多奶油和各种料。法式的海绵蛋糕在做法上基本上也属于蓬松蛋糕，但是它会放一些油。我们通常如果吃蛋糕会按照它的口味来分，但是如果要学做蛋糕，就要按照它的制作方式来分类，而且还要找到它们的规律。黄油蛋糕的特色就是高油脂，而且需要打发，而它的蓬松方法是用泡打粉或者小苏打，而蓬松蛋糕是不用或者很少的油，而它的关键是靠鸡蛋来把它打发。那么为什么传统的蓬松蛋糕不是那么好吃呢？我觉得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完全没有油脂，特别干，另外需要加料，那吃的时候就比较麻烦。第2个问题就是它鸡蛋的比例还是太少，而糖的比例太高。我想人类从来都不缺大吃货，既想要黄油蛋糕的湿润和奶香，又要有蓬松蛋糕的松和清爽。近100年来就有了各种新式蛋糕，法国的苏芙蕾，意大利式的海绵蛋糕，戚风蛋糕实际上是美式的海绵蛋糕，还有日式的卡斯蒂拉海绵蛋糕，用的是米芽糖，传到台湾，米芽糖换成了蜂蜜。当然还有我喜欢的日式西方派海绵蛋糕，用的是黄油。为了使得这些蛋糕轻盈蓬松，所以用了大量的鸡蛋。这里要补充一点，为什么我们只打发了蛋白，没有打发蛋黄？如果你记得上一个鸡蛋视频，打发蛋白比打发蛋黄它的蓬松性要高很多，而保持这个蓬松性都需要糖。同时我们希望降低糖的使用，所以就把它通通用在了蛋白的上面。如果打发了蛋黄又没有糖去支撑它，反而漏气了，南辕北辙。除了轻盈蓬松，我们还希望这个蛋糕能够绵密湿润，所以就要加油脂。掌握了这些基本理论，再加上实践，就能做出适合自己口味的蛋糕。希望大家在这个视频里找到乐趣。蛋糕难得吃，但要吃就要吃得好。谢谢。